大家好，我是RC。最近左右意识形态的对立与冲突，可以说是越演越烈。前阵子在美国发生了暴力枪击事件，也就是美国知名的保守派 KOL 查理·科克。那他在大学的公开活动中遭受到远距离的狙击，不幸身亡。这件事情震惊了全美，也震动了台湾。我相信你跟我一样感到不可置信，就是左派右派到底是什么？到底在搞什么鬼？为什么他们总是在激烈的争吵？让你感觉你被夹在中间。你可能还会疑惑说，为什么会极化成暴力？今天就让我们以一个普通人的角色，一个俗人来去理解这个拉锯。谈到左派右派，它其实就是两组价值观的集合形成的不一样的政治意识形态，就好像是自由与平等的权衡一样。不同人呢，对于价值的侧重并不一样，所以呢，导致对于政治生活、对于社会、对于国家、对于世界的想象呢，都有所不同。那在我进一步说明之前，我要先解释一样东西，就是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是左边跟右边，而不是南边北边，或者是上面下面，对，也不是什么东邪西毒，为什么呢？那左右的起源其实是源自于物理上的左边跟右边。什么意思？这就要回到法国大革命时期，当时可以想见，就是整个国家是非常动荡。那为了决定法国未来的方向呢，法国国民召开了国民议会。那当时的社会阶级其实分成了三阶，就是教士，然后贵族还有平民。在召开议会的时候呢，教士跟贵族自然而然聚集在右边。对，那他们主张什么呢？他们主张维持王位，就是保皇党。然后呢，希望可以君主立宪的制度，然后希望可以保留部分的贵族或者是教士特权。对，那改革呢，他们希望可以逐步的改善，而不要一次的去颠覆现行的体制。所以呢，他们又被称为旧体制派。那平民呢？平民他当然希望可以怎么样？废除王政，对吧？就不要再有国王，然后建立一个新的共和。那同时呢，他们希望可以扩大参政权，废除这个三个阶级的制度，让平民跟教士还有贵族可以平等。那主张一次性的去扫除所有的法国弊端。那从这个两个团体的样貌，你心中大概就可以描绘出一个模型，一个形象，就是看到左右两派的意识形态的核心差异。以右派来讲，右派的价值集合包含了什么？包含了维护传统，包含了尊重现状，还有团结秩序、和谐、逐步改善、稳健等等。那左派的价值集合呢，就包含了进步、改革、平等、激进、一步到位等等等等。那这个呢，在西方世界就叫做进步派。但是左右的划分没有那么单纯，它也不是一刀切的状态。也就是说，一个右派不代表它否定进步，那左派呢，也不代表它就是否定秩序。在学术场合，学者通常会用光谱来描述整个左右的分布，会把各个主义呢放入光谱的不同位置中，那根据其思想内涵的极端程度来决定位置。就像我们所熟知的，共产主义会放在最左边，那法西斯主义会放在最右边。当然也有其他学者试图做出更精准的分类而努力，
像是以个人自由以及经济自由画出的4象限的诺兰光谱就是其中一个。但是学者的努力其实并没有办法真正精准的去描述现实的左右认定。如果前面所讲的左右其实就是两篮子的价值观集合，那每个人侧重点会不一样，并没有逻辑上的一致性要求。左右派所在乎的议题以及它对应的立场是会随着时代而变化的，更不用说随着国家区域的不同，左右的内涵也会不一样，甚至有出现左右立场对调的状况。那有时左右也可以获得同样的一个结论，也就是说，你不应该以一个静态的死板的学术名词的标准来去定义左右。左右从来都是模糊而动态的，它的分界实际上是来自于什么？来自于大众共识。那大众共识又从哪里来呢？我比方来讲，比如说你今天你去了泰国餐厅，你可能会点月亮虾饼，但是你知道吗？泰国其实并没有月亮虾饼这个料理，这个是台湾原创出来的泰国菜。如果用精准的定义来讲，它其实是台湾菜。但是呢，即使你知道这个是台湾原创，你还是很自然的会去泰国餐厅来点这道料理。而很多泰国餐厅其实它是正统泰国人开的，但是他也会从善如流的把这道料理给放进菜单里。为什么这个共识会形成呢？原因在于不违和，就是说你感觉月亮虾饼它的烹饪、它的食材、它的口味都有这么一点点的泰国味，那自然而然你就同意，这就是一个泰国菜，对，你就同意了这样的归类。那左右派的分界也是这样子，人们判断对象的左右，其实是依照对象在乎的价值，那他的思想渊源，那他的叙事方式，他的推论方式，这些东西呢，粗略而直觉的集合起来，那来判断出它的整体风味而来。比方来讲，当全球化兴起的时候，各国开始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的时候，左派认为这个是什么？这个是资本主义为了剥削奴役在其他地方的劳工的一个机制。对，那所以左派基本上是反对全球化、反对自由贸易协定的。那么川普他也是一个旗帜鲜明的反全球化以及反自由贸易的人。那你会认为他是个左派吗？显然不会嘛。为什么？很简单嘛，因为他在其他议题的立场都是你心目中典型的右派形象。比如说什么？比如说反多元性别，那反堕胎、反移民等等等等。而且他反对自由贸易的理由是美国优先，也就是说他认为美国是自由贸易吃亏的一方，这背后彰显的国家主义也是典型右派会重视的价值。至此，也或许对左右派的形成有了初步的轮廓。但是只讲这些有平复你心中的困惑吗？我相信你会搜寻左派、右派，你会在 YouTube 大量欢乐的废片当中，然后点开一个这么严肃的主题的影片来看，绝对不是只有求知或好奇。也就是说，你不是这样子。左派、右派是什么啊？他们有什么差别呢？好好奇哦。你更可能是这个样子。左派右派到底是啥小啊？这群人每次都吵，靠，现在还死人了，莫名其妙。也就是说，你在乎左右，但是其实你更在乎的是政治极化。一个法国哲学家费伊就提出一个理论模型——马蹄形理论。他认为呢，
政治光谱上的极左跟极右，并不是处在对立的两端，而是像马蹄的两端一样，在最极端的两处呢，其实靠得很近。那支持这个论点的人认为呢，极左跟极右在行为模式跟手段上有着惊人的相似性。那比如说，可能他们有强烈的反民主或者集权的倾向，那么他们可能都对现行体制有着强烈的不满，更愿意去诉诸暴力来去对抗体制与现状。这个理论在学术上当然是一个非常有争议性的理论。其实你只要想想就知道了。试想，今天你是极左的理论思想家，突然有人说你跟你终身对抗最仇视的那个极右非常的像，你会不会很气？同样的道理，如果你是极右，突然有人跟你说你的样子跟那个你仇视的极左基本上是同一个模子刻出来的，那你会不会很生气？当然你气都气死了，你巴不得立刻写文章，把这个失礼家伙的过往，从主义，然后呢道德，还有价值观等等的肤浅理解全部拉出来编一遍。但是作为平凡人，我想这个模型很能解释我们现在看到的政治现象。我们从最深刻的体制来看，极左这边，极左的代表就是共产主义，对，那极右的代表就是法西斯，他们都是极权的体制。那毛泽东也好，或者是希特勒也好，我们都认为他就是一个独裁者，而不会特别去分左右。我们如果把焦点放在民主社会内部，DEI 也好，或是 MAGA 也好，都有那么一些否定世界、排他以及仇恨动员的现象。那这种眼睛容不得沙的行为模式呢，其实在近期的心理学已经有更完整的解释，我们这里就暂时不展开。各位只要知道，是的，极左跟极右在性格、言语、行动、组织都会有某种程度的相似性。这个呢，不是左右的问题，是意识形态主导下的问题，也就是极化的问题。当一个人或者一个团体所抱持的意识形态越加坚固，他就越走向极端，越加仇视其他跟他不同路的存在，越看其他人越不顺眼，甚至会把他们视为不合格。当开始认真想象说，如果他们消失就好了，怎么样才能消除他们呢？这个就是危险，这个就是极化。所以呢，我总结一下这部影片要带给你的观点：左右其实就是价值观集合的侧重点不同，那所以形成了不同样子的意识形态。有意识形态很正常，这也不是什么问题。而马蹄铁理论为我们描绘了极左跟极右在某些面向上的相似性，这个在民主社会就会是一个问题。这样子是否让你对极化有了新的理解？那么你在日常生活中又有观察到哪些政治言论或行动，让你感觉他们眼睛容不得沙呢？请欢迎留言跟我分享。